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议员，今天来稍微讲一下关于2377的 drama 啦。原本不想讲的，但是今天又看到一些劲爆的邮件，就稍微讲一下吧。那各位也知道，俄罗斯父子啊，就是这两个战力最高的玩家。那么他们近期有参加万国锦标赛。那原本我们预期这一场比赛呢，应该是2377来帮2489的，但是结果反而是2489一个联盟 carry 了两个联盟，就是他们除了要帮下面的 Vita 阵营之外，他们还要帮上面的 MTR， 就是帮他们抵达到皇庭这边去对抗960，然后这里下来是要帮他们拿下那个圣地的，但是显然都不成功啦，因为960真的是太强势了。那么原本是想着说2377这边应该突围没有什么问题，他们应该可以帮到这边的盟友，也就是 MTR。那么当天究竟是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据说这个盟友跟这个盟友呢，很多人缺席，那2377他们要一个联盟挡着两个联盟，而且建旗帜的人似乎是出现了一些问题，而导致到他们的旗帜是整个地图上最少的，他们建旗的速度也是最少最慢的。就是俄罗斯父子他们自己也是有开直播啦，为什么2377会被挡着，就像这样子被挡着，所以他就跟他的观众讲，叫你们去问2377的阿四，他就讲应该是一个 noob 的意思，可以说是一个笨蛋的意思啦，去建旗帜的，跟每一个 KVK 都是这样子。当他们之前的国王 Shah 离开了之后，就发生这样子的事情，就说2377已经死亡了，新的领导层不是很好，然后就有一些人就问他要不要移民什么之类的。那我听说是有讲什么俄罗斯父子在问着谁建的旗帜，到底是谁负责这一个部分的，如果没有人要说的话，他就要离开了。但是我没有找到那个证据啦，所以我也不清楚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。那么万国锦标赛的时间呢，是在星期六嘛，星期日、星期一都已经过了，我就以为没有什么事情了。结果在星期一晚上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我的 YouTube 朋友 Alpha 他是来自印尼的主播，那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他的直播，可以看他的影片啦。那他就发了一个 short 影片，他这个 short 影片就有说到关于 Wow Lion， 他的标题写提示，就是说亲爱的朋友，他想告诉其他人他的立场，因为他觉得现在已经时机到了，因为他们现在面临着一场很困难的 KVK， 为了要胜利，他们必须要做出改变。他非常失望，因为上一次的局势表现的不是很好了，可能是讲这万国锦标赛的事情，也有可能是讲这全球巅峰赛的事情，因为他们星期日全球巅峰赛也是输了，因为他们在上一次的艰难对战中表现得很糟糕，很艰难的意思啦，所以应该要为这件事情而受到责骂。在他的看法，这一次活动的负责人是那些负责去建旗帜的人，但是这些人并不是来自阿四哈，而是一些代打来的，不是啊？这样问题就很大了。那其实玩这种活动啊，不管是 KVK 也好，还是锦标赛也好，各种的比赛呢，最好还是由阿四自己亲自领导、指挥、带领队伍会比较好一点的。如果是代打的话，可能问题会出现的比较多。然后还有讲到这些玩家的名字应该要被公开，他这边所指的是代打的名字呢，还是指账号主人的名字呢？看他这边的字应该是俄罗斯文呢，所以这个人翻译成英文了，所以就看起来好像有点怪怪的。然后这边就说到要做什么东西，承认你的错误没有什么可怕的，因为没有作为的人是不会犯错的，强者总是会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强者总是会承认错误之后并且改正，你需要接受批评。然后这边就有说到他们管理层的事情啦，他觉得有必要进行阿四的改革，管理层跟阿四的改革，可能他真的是很不满意现在的管理层了。就有说到那些受到指责被责骂的那些阿四应该要离开，哇哦哇，直接要人下台啊，哇哦，好有威严啊，或者是至少受到一些惩罚，并且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快速的去找到另外一个替代者，替代掉那个已经被请辞的位置。信任他其实是很信任他们新的国王，就是这个啦 Mini， 但是在他的观点看来是必须要改变的，但是他自己也没有想要成为国王，他至今为止没有写过任何一封信件呢是讲他信任哪一个人的，因为他不知道谁负责这场战斗的界
建设，还有整体的管理。最后如果没有改变的话，他们将在这一次 KVK 之后移民但至少他是讲要这场 KVK 结束之后才移民啊，而不是说现在还没有开始打就要移民了啦。目前他还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，但是如果没有改变的话，他们在接下来的 KVK 就会移民走。目前在这个讨论的情况同时，他也希望大家做好 KVK 的准备。同样如果没有什么改变的话，他还是会选择离开。所以这个就是俄罗斯父子这里所写出的邮件了，看来他们是真的很生气了。那讲真的，如果你是真的想要打赢这场仗，然后管理层没有什么作为的话，确实会很困难啊，你也不知道要怎么去打了。那我不确定俄罗斯父子他们发送那封邮件的时间是几点啦，但是在今天也就是同一天，我就马上看到有一位来自2377的阿斯他要请辞了。那这个玩家的名字叫 Mars Invasion， 就是你们可以当他是火星入侵者啦。 OK， 他就有告诉大家今天他将会辞去所有的职务，就是管理层的职务，今后将以成员的身份继续在这个联盟里面，要让他非常难过。自从他在这里的第一个 KVK 以来，一直尽力的为王国做好所有的事情，但是接下来的时间呢，他将会以一个战士来继续待在这个王国里面了。当他来到这里的时候，被要求要执行领导层的职务，尽管他已经跟他们讲他不要做这个阿斯的职务了，但是他为了他的成员们还是做了管理层，但是他也不后悔，他在这个王国大部分的职位都已经有承担过了，他一直以来都是一直很尽责的。由于有很多原因，他不想再继续担任管理层的工作，他从未允许任何人强迫他自己不喜欢的事情，也从来没有让其他人去侮辱管理层。不管怎样，他不为任何人工作，也不被任何人拥有，他也因为这样放弃了他自己真实的生活，快乐的时间，但是他也不后悔，他也有一个容忍度，但是这个已经超出了他的极限。这里他也是要感谢管理层，在其他人一直在追求击杀的时候，或者是那些不是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，一直帮助了他。 OK， 这个就是他的邮件了，你们看了之后觉得怎么样呢？这里我就不对他做任何评价，因为其实我也不认识这个玩家，也不知道他们内部究竟是发生什么事情啊，所以只能说暂时俄罗斯父子应该还是会留下来的，因为已经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了嘛，承认自己的错误了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。但是他们管理层内部会不会改正呢？这个就不确定。而且我不是听他们说他们以前的国王已经回来了吗？这个不是他们以前国王吗？难道没有帮忙做一些管理层的事情？可能他只是一个精神领导我不知道了。那么在战争前夕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呢，其实会有一点点影响士气啦。不过接下来还是要看他们 KVK 表现到怎么样了。当然我对于这整件事的整体看法，有些人会觉得说俄罗斯父子太过于强势了，又或者是觉得说他们很霸道啊，就是想要赢啊，这样子的想法。其实我觉得输赢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啦，但是你是因为某种原因而输掉就很不合理了。就比方说像他们这一次是因为建旗帜的关系嘛，如果旗帜那边编排的好，有安排的好的话，那还不至于让他们会输掉这一次的比赛，可能还可以入围打到最后。那么这个事情是可以避免的，如果有安排好的话。所以我觉得他们生气的点可能是在于这一点上面啦，就没有安排好，东西没有做好。至于他们管理层内部有什么事情，这个我就不清楚啊，我也没有加入2377。当然我个人是不希望因为俄罗斯父子离开之后2377就解散了，我还是希望现在可以有多个先锋王国留在万国觉醒里面，不然我们就没有 KVK 可以看了。 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了。如果各位还有什么东西想要补充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如果有一些翻译错误，或者是你们有什么其他的看法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